大家好，我是龚明敏，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一期我们去掉了 FlexiCubes， 这次我们来尝试去掉另一个 license 有限制的东西 NVDiff_REST。上期说过 NVDiff_REST 是做可微渲染的，负责在 FlexiCubes 里优化 Mesh。FlexiCubes 已经去掉了，按说也不再需要 NVDiff_REST 才对，但 Instant Mesh 还直接调用到了 NVDiff_REST。继续看代码，发现是在 xatlas 展 UV 函数里用的，但是这不可能啊 ！xatlas 是个纯 CPU 的东西，没理由用到 NVDiff_REST 才对。继续往里看，才发现其实只是代码写的烂而已，把几件事情放在同一个函数里，还只用其中一个作为名字。xatlas 确实不用 GPU， 这里先用它展 UV， 接着通过光栅化把 UV 当作位置渲染到纹理上。听着耳熟是吧？对，跟我们说的纹理填充完全一样，相当于把三角形三个顶点上的位置插值到纹理空间的每个点，接着把这些位置拿去查询 nerf， 就得到每个点的颜色。AI 生成的纹理就是这么填出来的。但 Instant Mesh 在这里用的是 NVDiff_REST 里的 CUDA 软件光栅化，不是 GPU 的硬件光栅化。注意这里都是在 GPU 上跑的，软件指的是在可编程单元上实现一个光栅化出来，而不是用硬件的光栅化单元。对于大于1个像素的三角形来说，硬件光栅化速度是 CUDA 软件光栅化的好几倍。不知道是作者不知道这件事情呢，还是为了省事儿。毕竟 FlexiCubes 已经用了 CUDA 的软件光栅化，把同一个 context 拿来生成像素位置就是了。做研究的在乎什么效率？既然只要光栅化，那我们就用个简简单单的光栅化，没必要引用 NVDiff_REST， 但只用它的光栅化。就好像你不会买一辆车，就为了拆一颗螺丝出来用。我们已经有个第3、第12封装的 GPU 库，更适合做这件事情，自己做这块就是了。MarchingCubes 得到只有位置的 Mesh 之后，数据导回 CPU， 调用 xatlas 来展 UV。xatlas 也直接调用原原本本的 C++ 版就是了，它是 MIT license 的。xatlas 的 API 设计相对直观，不需要额外拷贝数据，性能很好，适合各种需要展 UV 的场合。另一个类似的开源库是 UVAtlas， 但已经不怎么改进好多年了。把展 UV 放到 C++ 里做，还有个好处是拿到 Mesh 之后，可以先做一些几何精简的操作，比如把选择最大的 component 这一步提前到这里做，还能去掉退化三角形，也就是三角形上有2个顶点相同的情况，退化成一条线了。之前说过 MarchingCubes 生成的三角形有比较狭长的，有时候就会狭长到只剩一条线。去掉退化三角形之后， Texture Mesh 就没再遇到过 crash 的情况。下一步，光栅化得到像素位置，再用 Compute Shader 把位置信息转到一个 buffer 里，这个 buffer 拿去查询 nerf， 得到像素颜色。只可惜 nerf 是在 PyTorch 里，以至于这里得读回 CPU， 再送去 Python 的 Tensor， 再传到 GPU 查询颜色，再读回 CPU， 返回给 C++ 这边填充到纹理里。以后如果用 Shader 实现一遍3平面 nerf， 这里可以进一步简化，省掉这么一个来回。后面继续做照片生成纹理和纹理融合，如此一来 NVDiff_REST 可以完全去掉， Ninja 和运行刚开始的编译 C++ 扩展也都省掉了。但其实我怀疑可微渲染以后还是可以用得上的，在流水线的最后可以用它来以照片为目标优化 Mesh， 到时候看看再说，需要的话我可以自己写一个不需要 license 有限制的 NVDiff_REST。 如果那样的话，我会再做一期解释可微渲染，但这会不会相当于复刻了一个 FlexiCubes 又因为直接在内存里转移 Mesh 数据，不需要让 Instant Mesh 把 Mesh 保存成 OBJ，TryMesh 这个包也不需要了。顺便说一句， OBJ 是现阶段你能看到最差的 Mesh 格式之一，代表了80年代错误的 Mesh 概念和格式设计理念，要性能没性能，要紧凑没紧凑，但偏偏很多人只知道这一种格式，当作金科玉律般使用。珍爱生命，远离 OBJ。GLTF、GLB 才是花心思设计出来的格式，比 OBJ 强多了。先等一下，虽然去掉了很多不需要的库，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不够高效的地方。AI 生成的纹理，大部分 texel 是之后会被来自于照片的信息覆盖的，所以这些查询 nerf 的操作就是浪费的。我们可以把流程改一下，把照片生成纹理往前挪，光上化用了 MRT，RT0 放颜色，每个通道8位，RT1 放位置，每个通道32位浮点。在 Pixel Shader 里，把从照片拿到的颜色写入 RT0， 如果是橘红，就把位置信息写入 RT1。接着把 RT1 交给前面提到的 Compute Shader 去查询 nerf， 得到颜色填充回来，这样就只有空像素会需要查询 nerf。在现在的例子里，一共有290万个 texel 需要填充，但大部分来自于照片，只有不到40万个需要查询 nerf， 少于 14%。可惜这部分本来就比较快，现在得多次在 CPU 和 GPU 之间来回同步拷贝，优化带来的加速并不明显，也就是从330毫秒变成15毫秒。既然再次提到了纹理融合，我就讲一下之前让大家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要用保守式光栅化渲染三角形？为什么 chart 之间需要留间隙？为什么每个 chart 至少需要往外扩散1个 pixel？ 这里涉及到 GPU 的2个技术细节：光栅化规则和纹理采样。简化起见，这里不考虑 MSAA， 就看1个 pixel 1个样本的情况。把三角形光栅化到图片上，如何决定一个像素是否属于一个三角形呢？这就是光栅化规则。如果是普通的光栅化，那就看像素中心是否在三角形之内，只有中心被三角形覆盖了，这个像素才属于三角形，才去填充它。线的话，看的是线是否穿过这个菱形区域。但如果开了保守式光栅化，只要有覆盖到就属于这个三角形，所以称为保守。一般的渲染不开保守式光栅化，这样三角形边界的像素只会属于一个三角形，不会重复化。小于1个像素的细节本来也看不到，无所谓了。但对于纹理展开的情况，纹理不是直接到屏幕，而有可能放大很多再显示到屏幕，所以少一点都可能变得显著。比如如果一个 chart 很狭长，虽然穿过了多个像素，但没有覆盖到任何像素中心，不开保守式光栅化的话，就1个像素都不会填充，就等于整个 chart 没了，这是不能接受的。在硬件支持保守式光栅化之前，常见的方法是画完 chart 的三角形，再把边用线都描一遍，甚至多遍。现在就可以简化成打开保守式光栅化这个开关。在 Mesh 体塑化的应用里，也常常可以看到打开保守式光栅化的。体塑化也是只要覆盖到一点点，就需要占用这个 voxel。但即便这么做了，渲染模型的时候还会看到黑边出现在 chart 边缘。原因在于渲染的时候默认用的是线性差值，每一个点 GPU 会采4个 texel， 根据采样位置来进行差值，所以在 chart 边缘的一个点，采样用到的4个 texel 有的会在 chart 之外，要是不往外扩一圈，就会有黑边。接着距离远了之后，经常会切换到纹理 MIPMAP 的下面一层，而 MIPMAP 下一层的一个 texel 又是4个 texel 平均出来的，所以一圈经常也不够，需要2到4圈，和 MIPMAP 的层数有关。如果渲染用的是各项异性过滤，那还得根据各项异性的系数来决定扩多少圈。也因为要扩几圈 ，chart 之间就得有一定的间隔，不然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外扩。这就是为什么这几个条件都要有，才能保证 chart 没有黑边。顺便说一下 ，Instant Mesh 里对 XAtlas 的使用并不完全正确，没有保守式光栅化，只用了 XAtlas 的默认参数。这样的结果就是UV 被展到 1K 的纹理上，并只为了线性差值需要而往外扩了1次，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能看到黑边。好，流水线末端又经过了一次迭代，先这么放着。在前端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RAMBG 其实是在 CPU 上运行，而不是 GPU， 需要搞清楚怎么回事以及如何改进。下一期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欢迎继续收看，再见。